这是我刚刚驯服的猎鹰，这只猎鹰可以代替我进行攻击。你看到前面那几只怪物没有？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我的猎鹰就可以帮助我消灭敌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包。今天我们来继续介绍 Axis Mobs 的更新内容。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生物是抹香鲸，这是一种体型超级巨大的哺乳生物，经常生活在深海中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喜欢的食物鱿鱼。抹香鲸可以通过声音来定位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对鱿鱼发出一道声波，然后这个声波会反弹回来。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抹香鲸可以判断鱿鱼的位置，然后张开它的大嘴巴，直直的冲着鱿鱼冲过去，一口吞下。这些抹香鲸的嘴巴里也有2排非常锋利的牙齿，有的时候它们可能会在追击鱿鱼时掉下来一颗，我们可以捡起来。这个牙齿是用来制作回声定位器的材料，这个回声定位器可以自动定位最近的洞穴。在雷阵雨期间，抹香鲸可能会被海水冲到岸上，它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非常脆弱，任人支配，并且我们击败它也是不会获得战利品的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不伤害到它的前提下，将它推回到水中。抹香鲸会因为我们救了它而给予我们龙涎香的奖励，这是一种从抹香鲸的胃里咳出来的珍贵物品。我们可以拿这个龙涎香去和渔夫兑换很多的绿宝石，还可以把它拿来当做燃料，这个燃料可以一次性烧64个物品，或者是和前面的牙齿一起制作回声定位器。刚刚说的这个回声定位器加上末影珍珠，还可以合成末影定位器。在我们接近末地传送门的时候，可以用这个末影定位器来确定末地传送门的位置。看完了大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的。切叶蚁是一种体型很小的小昆虫，通常在丛林生物群落中出现。它们经常会从树下撕下树叶，用来种植真菌或者吸食它的汁液。它们通常是由20多个组成一群。在这个模组中，总共有2种分工，一种是工蚁，也就是打工人，在外面采摘树叶并带回来；还有一种是蚁后，蚁后只会在我们踩踏了蚁丘之后出现，通常只有1只，比工蚁更强壮。而蚁穴中少于10只蚂蚁，并且有蚁后的时候，工蚁们每收集5片叶子，就会生成一只新的工蚁。蚂蚁们可以种植真菌、菌丝球，通常在蚁丘下会有一个蚁室，蚂蚁们带回来的叶子会在这里转化成真菌，我们右键就可以收获它，并且在收获的时候，蚁室会扩大规模。不过，如果在收获的时候周围没有菌光体的话，蚂蚁们就会变成敌对状态。这个菌菇球我们是可以自己吃的，或者可以喂给蚂蚁，让它们加血。喂给蚁后还可以让它产下小蚂蚁，也可以拿来安抚附近区域所有生气的蚂蚁。如果蚁室被打破的话，可能会掉落一个切叶蚁蛹，它可以在泥土或者草地上使用，用来创建一个全新的族群。这个族群里面也是有蚁后的。下面一个是末影噬菌体，这是一种可怕的生化武器。不过话说，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它的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核心，末影之眼，通常会在末地中型岛屿出现，对绝大多数的生物都是中立的。不过会主动攻击末影缓步兽，貌似它就是为了消灭末影缓步兽而制造的。末影噬菌体的攻击方式不是非常的强烈，但是它们会对被攻击的生物造成一个末影流感的效果，持续10分钟的时间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就会造成很高额的伤害，并且会在身上生成一个新的末影噬菌体，从而扩大噬菌体的整体数量。不过我们是可以用紫松果或者牛奶来消除这个效果的。这种末影噬菌体在使用之后，内部的末影之眼会消失，然后他们就会寻找一个末影人，把他抓住并抢走他的眼睛，然后马上起飞，直接开溜。平时在刚攻击完身上没有眼睛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办法再进行下一次攻击的。我们击败了这个末影噬菌体之后，可以掉落衣壳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在里面存一整组的物品。而如果上下2个衣壳重叠，就可以变成像运输管道一样的装置，放在底下的物品会被运输到顶上的方块上，最后甚至还可以连接到箱子里面。除了这个功能之外，衣壳还可以用来制作火箭烟花，和原版的烟花效果是一样的，可以用来观赏，也可以用来飞行。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制造这个末影噬菌体的，只要在末地主上面放一个衣壳，然后再往里面放一个末影之眼就可以了。那么最后一个生物就是我们片头展示的了，白头海雕。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有点在骂人呢？这是一种大型的中立猛禽，它们经常可以在山上被找到，常常在小湖泊的附近尝试潜水，并将鲑鱼从水中捞出捕食，或者使用同样的方法攻击兔子。我们可以使用鱼油驯服它，将它变成自己的宠物，可以控制它徘徊、跟随或者停留。
我们甚至还可以制作一个猎鹰手套来指挥它的攻击，右键就可以把这个猎鹰拿在手上，拿在手上的时候看着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然后我们对着生物左键的时候，这个猎鹰会直接飞出去，不断的盘旋进攻，最后将生物击败，并且飞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上。甚至我们还可以制作一个猎鹰头套给这个猎鹰戴上，右键之后我们就可以亲自控制猎鹰的行动。好家伙，新转新之术都来了，不过属实不是很好控制。另外你们也不要尝试控制鹰打自己的本体啊，我试了之后游戏是直接掉了，估计是把这个模组都给整不会了。然后我们右剪刀可以把帽子从他的身上拿下来，而由于经常需要战斗，猎鹰很容易损失生命值，我们可以使用鱼来治疗它，还可以用腐肉来让它们进行繁殖，这样子就可以驯服更多的白头海雕了。OK， 那么就到这里吧。我和你们说啊，我就介绍了这4个生物，准备的草稿字数就超过2000了。这个模组的内容也太丰富了吧！剩下的就等下次更新和新的生物一起介绍吧，一次讲完实在是顶不住。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